俗人一场，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。苍穹之上，我心向往。这双手掩不住的光，看星盘排开多少难解的心结，回头望又是神鬼神类的情节，时空把我写进又一片荒野。只好去用杀死贪图，不小心撕开了天幕，口中的权术让这碗金汤洒一地，它并不太坚固。当你在这里，要守的规矩竟被我给制定，就学来治病，铲除掉这一片大地的顽疾。我本俗人，本想一步一步稳，我本俗人，从未想真假不分。我本俗人，勾栏听曲乐舞者，可中间满山孤魂，只怪我奋不顾身。留后人考究我的心理涂鸦，这双手掩不住的光，看星盘排开多少难解的心结，回头望又是神鬼神类的情节，时空把我写进又一片荒野。这是一趟却又随意，我的棋盘这份结局，当我布局学会失去，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？好多狂言，好多狂骗，每场戏我能只手眼底，越来越死生屠宰，千万别不一落就定。白日不怕打更人，打更人，二发，严肃点。你可是许仙？说话。是，我是许仙。那就对了，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，不是，二位大人，我没犯错啊。夜半不做亏心事，白日不怕打更人。哎！本宫怎么觉得身上一股子糊味儿？你闻闻，有吗？好像是有点儿。我闻闻你。我好像也是。一会儿准备下洗澡水吧，本宫要沐浴更衣。啊，好。林安见过母妃。字迹潦草，文法不通，今日定是不曾用功。母妃，你看到这些只是草稿。前几日夫子还夸我功课认真呢。你这蓬头垢面、衣衫不整，成何体统？回禀母妃，我林安这样，是因为去了四千剑研习炼金术，而且我炼制出了假银，那些术士都夸我比怀庆更聪慧、更有灵性。坐吧。你呀，扎了司天剑之事，已经传到了宫中，明日便会传到众人耳中。到时候啊，大家便会讥笑你这个太子胞妹，样样不如怀庆，连东宫也跟着丢脸。母妃，这次是意外，我保证，我一定努力超过怀庆，不给太子哥哥丢脸。那二皇子才学武艺样样平平，却因为有怀庆这个胞妹，连带着皇上也对他高看起。而太子样样出色，还那么疼你，你可不能让他因为你这个妹妹而损了声名。公主，那我现在去准备热水。公主，你手受伤了，奴婢这就去请御医。大人要是能告诉小人发生了什么，小人感激不尽。
打更人呢，规矩森严，收贿超过10两，杖责50；超过50两流放，超过100两斩首。还是要遵守纪律的。其实吧，我就是奉命行事，具体内幕吧我不清楚。不过呢，你人还不错，作为兄弟呢，我赠你一句。到了打更人衙门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，打死别说。去。到了，这就是打更人衙门。去吧，自求多福吧。嗯。又见面了，杨大人，坐。好久不见，杨大人。小柔，干活了。混账东西，都说了别叫我小柔。正好，给你是属新研究的刑具。问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若是说谎，大刑伺候。是。许七安，你知道税银案的幕后主使是前周世阳吗？听司天界的采薇姑娘说起过。你知道周丽要置你于死地吗？知道。所以你为了不被报复，先下手为强，绑架了威武侯之子，嫁祸给周丽，想搞垮周家，以除后患。大人你在说什么？小人听不懂。威武侯之子被挟持那日，你未在衙门当差，去了何处啊？我去勾栏听曲了，虽有谢职，但确实与此案无关。那你怎么解释评书一事？衙门发放评书的记录里面多次显示你去了内城。大人冤枉，小人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内城，更没有在衙门里面去过评书。大人，你不会是搞错了吧？我进内城都是托人办的评书，手脚干净着呢，想诈我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小柔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碰到真正聪明的人，你这个水平不够看的。不错，如果不是我们提前掌握了证据，就刚才的对话，说不准我们已经相信你了。3月初时，许西安自云路书院返回途中遭人跟踪，疑似州府的人。当晚吾等惊退州府刺客。3月11，许新年与许平之与女眷至云路书院避祸。当日，许七安进内城入教坊司，化名杨林作赠福箱，随后与许家父子在教坊司前购轻举。3月16，早间你去了趟勾栏，在雅间内将歌女小蝴蝶与小海棠迷晕，然后去了周丽私宅，用未知手段掠走了私宅4人，最后与御刀卫许平志伪装成车夫，驾车冲撞威武侯庶子，用同样的手段将他掠走。
事后，返回勾栏雅间，佯装喝醉听曲之至半夜归家。构陷户部侍郎，劫持威武侯庶子，两罪并罚，足够满门抄斩。为什么打更人会跟踪我？我只是个快手，这不合理吧？等等，他们目睹了全过程，却没有阻拦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小人认罪，这一切都是小人干的。不过大人请放心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绝不向旁人透露半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们跟踪我，却没有出手阻拦，小人斗胆猜测，这周侍郎的阵地应该是打跟人。我跟你说了吧，他很敏锐。不过，我们刚刚只是在试探你，如果在审问过程中你露出了破绽，亦或者是在铁证面前你被摧垮了心智，那么迎接你的便是真正的制裁。而现在迎接你的，是打更人的邀请。打更人邀请我，殿下，许七安已经被打更人带走。没错，是长公主推荐的你。长公主怀庆。公主驾到！是他？公子请。他为何推荐我？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你若有疑惑，可以去问魏公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你是个人才，在试营案时我就已确认。不过我们打更人有自己的规矩，炼气境那是底线，你还差得太远。所以我们才要测试。不过很显然，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。周侍郎迟早要完，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对付他。不过你侦破了税银案，确实帮我们加快了进度。哦，你们是看中了我的办案能力？我们看中你手灯够多，嘴巴够硬。哎，小柔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人归我了，还请给我们两个单独沟通的空间。这个选择权在于你，是选我还是选他？我们两个都是金罗，权力不相伯仲，但他这个人只知修炼，根本就没空管你。而你跟着我，我可以亲自带你，至多3、5年，你便可继承我的衣钵。感谢抬爱，不过当初税银案的时候，是杨大人给了我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得，我想在他的手底下做事。你可想清楚了，他可没空管你，他最多只会把你扔给手下的银罗，敷衍了事。小柔啊，很
很显然，人家对你那一套并不感兴趣。继承你的衣钵有何用？贴得近又有何用？成天抽人脊髓、掀人天灵盖的，多瘆得慌。是。说了，别叫我小荣。坐。打更人金罗杨艳，以后就是你的顶头上级。你可以叫我杨大人，如果觉得不习惯，叫我燕哥、杨兄，什么都可以。燕哥，上当。以你的资质，在我手上走过这么一遭，可以说整个大凤京城你就可以横着走。至于打更人的主要职责，监察百官，守护京城。更具体的，你以后慢慢了解。我先帮你去更改一下户籍，办理一下相关手续。晚点再带你见一下你的直属领导。杨大人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，顺便带他了解一下打更人的基本情况。是。燕哥，慢走。宋霆锋，刘广孝，哎，你可以啊，这进来一趟成同僚了。这今后啊，就多靠二位大哥照拂了。跟着燕哥做事呢，还算挺轻松。不过坏处就是你可能会被分配到春风堂，跟我们一样。春风堂，有什么不好吗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做事的时候吧，得谨慎一点。怎么又飞了？我们站得高一点，让你看个仔仔细细，听得明明白白。你不恐高吧？哦，不恐高，帮我急，不用急，重要。好，看，在我们打更人里呢，最底层的是个白役，没有编制，干的就是端茶倒水的杂活。白役之上啊是吏员，负责登记造册、整理文书。这个呢就是董总，是正经的打更人。无论是日常探案还是缉拿查案，我们都是冲在最前面。哎，有人跑了，你们怎么不上？哎呀，跑不了，习惯了。这个是银罗，享受百户待遇。武力值嘛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们上手也是白费力气。哎，这银罗之后啊，就是金罗，是最高层次的职位。整个大凤城里只有12位金罗，直接听命于北宫。情况呢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懂啊，直接问我。入职打更人之前呢，还有一项流程，资质测试。资质测试，对，测试的内容呢，魏公钦定的。设立的流程分别是智力以及问心。哎呀，天堂啊！
宋大人，杨大人吩咐过了，他要我们进行测试。你呢，现在是炼金境，力就先不测了，直接测质吧。我们手中的锦盒，一个是空的，一个里面有东西。你可以选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进行问询，但只能问一个问题。我们一个人只说真话，另一个人只说假话。你有1炷香的时间去思考，但我们不会给你任何提示。围攻呢，虽说这是小游戏，但是猜中的人呐极少。虽然我事后无头，但是也过了1炷香的时间。据说只有金龙大人们才能在20息之内参透此路。好，我尽力一试。开始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告诉我什么？没有东西。东西在这儿。多久3息。上楼，下一关。这第2关呢，问心关。这一关没什么要求啊，但你要记住啊，随心而走。你要过于做作的话呢，会降低评分。评分？那是什么？你以为这测试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评分4等，甲乙丙丁，你资质越好，越容易被栽培。我是乙，他是丙。丙上，此乃披天斧，象征着武夫之道，披荆斩棘，一文狂澜。请问心境。这问心境，上问天地，下问本心，他们内心追崇的是武夫之道。你随心而动，若不敢，别上楼即可。走。这位是？这是天地人3宗的宗门先祖，也是大风开国的第1位宗少。这你都不认识啊？刻的不像吗？哎，失敬失敬。那我们继续。是走那边吧？哎，不是你。想必这位你肯定也不认识吧？请介绍。此乃亚圣之下。亚圣呢是云路书院的创始人，也是书院的一品强者，毕生以博学之士为天下学子传书教授，明理立志，为百姓造诣思想，坚持以学为本的理念先人。这个红匣子里装的，便是亚圣刻刀，也是云雾书院的至宝。亚圣当年凭此刻刀，保大风一方安定。这云路书院的至宝，为何会在打更人衙门？自然是仿品呐，那真正的刻刀，封存在云路书院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威力可大了，而且与人有感应，这放出来威力无穷，得亏是云路书院给它压着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我跟你说啊，自亚圣逝世之后呢，这个刀啊就沉寂了1000多年了。宋兄，这把刀我能带走吗？给家里面小孩玩。拿走吧。多谢。我还有一把。宋兄，你看这就我一个人了，我们还继续吗？你这不还没跪拜呢吗？哎，要不大家伙收了吧？我这个人啊，没这个习惯，除了自己父母，玉皇大帝来了，我也不见得跪。有骨气。魏公当初设立这问心关的时候啊，嘱咐过，倘若有人过4关而不跪拜，那必定是十恶不赦之徒，理当逐出打工人，凌迟处死。凌迟啊，当然，如果你要是有这想法的话呢，我们也不勉强啊。广孝，收工。哎，二位大哥啊，再给我个机会，我试试，我可以的。楼上啊，楼上，我现在去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宋兄，我够不够虔诚？需不需要我再来一个五体投地？许仙，你能不能别整那有的没的？
不是我这都跪了，你赶紧给我记呀！啊，记，广孝，你给他记上。你糊弄我们行，你糊弄得了问心镜吗？跟你说了吗？那问心镜上问天地，下问本心，如有违心之举，皆无所遁形。啊？什么情况？我跪了呀！我跪了呀！不，我咋那么能装啊？那谁知道你咋那么装呢？徐坚，你看我来，看。你看见了吗？你看像我们这种人呐，你就得背服的。咱们是哪种人？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，在这里看风景，不比在里面看书有意思。嗯，是啊，现在能看的书是越来越少了。我听闻司天监近来得了一本蓝皮书，上面记载着天地万物的本质，甚是好奇呀。说来也巧，此书的著作者正是许七安。那个新晋的铜锣许七安，正是。此人已被我收入麾下。义父，这个人给我吧。小柔啊，你素来独行独往，今日这是为何呀？魏公真是明察秋毫。小柔平日看上去与世无争，但只要我杨艳想做什么，亦或者想要什么人，她就会像现在这样，不受控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也要与我一争高下。魏公啊，魏公，我可斗不过您的意思，您得帮着我点。你不是义子？对哦。杨艳，我告诉你，你若再是叫我小柔，我就用我这抽几鞭抽你的筋，扒了你的脾胃口。那是义父先教的。义父自然可以教，但你不配。义父，您看啊，他果然是在针对我。魏公，这是新晋铜锣的资质测试结果及户籍，请您评判。小柔，当初你答题的时候用了几息啊？我用了15息。杨艳这个碎嘴子，用19息。新晋铜锣许七安用了10息，还不错。能在短期内侦破税银案，这份才智不奇怪。负责记录的吏员愣了7息左右。怎么可能？义父，这个人一定要给我。可惜，您晚了一步哟。4层前皆未下拜，真是狂妄至极。这个人我不要了，杨金罗，还给你。义父，如此十恶不赦之人，该如何处置？人现在何处？负责测试的铜锣带他去了第6层。魏公设立这问心镜时啊，确实有交代。那说呢，如果有人过4层而不败呢，那就是十恶不赦之徒。但是魏公还留了最后一次机会，那便是设立了第5间房。但那间房啊，从来没有人进过。你呢，算是蝎子拉屎，独一份儿。宋兄，这些不会都是问心镜吧？自然，问心镜前，任何有违背本心的事儿都是徒劳。规则一样，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好好把握。写完之后呢，你敲敲门，我便自然知晓。小兄弟，加油吧，努力活下来。杀尽敌酋100万兵，腰间宝剑血犹新。
归来手持黄金简，满朝文武未敢言。完了，看来魏公是想做权臣，但我对权力毫无兴趣。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过几天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不行，不能慌，我得冷静，仔细思考。打更人的职责是监察百官，魏渊这首诗同样有尽忠报国、威压百官的意思。这首诗摆在这里，不是斗诗，而是共情。倘若那个无君无师的十恶不赦真的秉性恶劣，问刑官吏是无法对抗本性，强行写出共情诗的。反之，证明他还有可取之处，魏渊才愿意给这个机会。既然你要共情，我便与你共情。耳时耳录，民知民高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这个小快手的意思是，他吃的是百姓的职高，而不是帝王家的。荒谬。杨艳，你觉得呢？属下不知。等他从铜锣晋升为金锣之后，你便知道了。义父难道觉得他日后可以成为金锣？只要他是武者，便没有问题。三教各有各的规矩，术士受人间气运拖累，巫蛊亦然。这世间唯有武者是最为纯粹的。我虽然也厌恶以利犯禁者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越是桀骜的武者，越是勇猛精进，心中无所惧，无所敬，日后方可颠倒乾坤。桀骜不驯是武夫，胸怀天下谓之侠，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哎，你叫两声，叫，宋生，叫一声。宋生，哎，这何时能有结果呀？哎呀，结果已经呈上去了，且等着呗。呀，来了。哎呀，朱生，可是有结果了？没有。但是杨大人吩咐我，让我们带你去洗髓。洗髓？正式加入打更人呢，打更人衙门会给你一次提升实力的机会，用药物洗髓。开始。这是啥呀？深不见底的洗髓池。这就是洗髓池啊！往下。洗髓液150两瓶，直接帮您开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朱兄，我没带这么多钱，我也没有这么多钱，你怎么就到了呢？你们这强买呀！我们也没钱呐，我们一个月差5两银子。你以为我们愿意当打更人呐？我们都是还债呀，我们都到你去了。
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不行，爱谁谁去，这钱花不了一点。逗你玩的，各堂自负，这算是给新人的见面礼。差不多了，许谦，别害羞，把衣服跟鞋子脱挺快呀！来吧，来。杨艳，你把许谦给我，我用1个银罗跟你换。你当我傻吗？银罗易得，假上难求啊！你每天锤炼一直根本没时间带人，2个银罗。2个，100个都不换。我是没时间带，不过有别人替我带。你麾下的银罗街外出办公，哪还有人？我春风堂那可是人才济济。春风堂，李宇春啊，他那眼睛里面容不下沙子的性格，能容得下许七安？我告诉你，不出3日，鸡飞狗跳。我不同意。李宇春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个假上，你必须帮我收下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这强迫症又犯了是吧？我强迫症就是犯了。绑架、陷害、勾结司天剑不无王法，此等品行恶劣之徒，即便是假上，我也容不得他。杨金罗，你身为执法者，理应将他逐出大根人衙门，以儆效尤。我真想把你逐出去！不如这样，就1巡，1巡过后等张银罗回来，我马上把他转走，可以吗？你天也不行！李宇春，你退下吧。李宇春，你可真行啊！你就这么对我，你就这么对你小舅哥？行，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堂姐。因为你，他的堂弟无法调任下属，致使颜面扫地，打个人，其他金罗都嘲笑他、羞辱他，他金罗没法干。哎，衙门里的事情，你把莹莹扯进来干啥子呀？我怎么不能扯呀？她是我堂姐，她的弟弟被她丈夫欺负了，她不得站出来做主吗？这2天他正在跟我唠情绪，你去了不是火上浇油。我还咋个回了？还回什么家呀？你李宇春刚正不阿、铁血真汉子要家干什么？别要了，我们打更人秉公执法，什么儿女情长，什么老婆热炕头，通通都不要了。哎呀，你这有违我做人的原则嘛？你这不能公私不分啊！你这，哎呦，不要。咋个弄嘛？你说，通通都不要了。好，我答应你啊，就允许。我就说嘛，我姐夫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，我堂姐能跟你是8辈子修来的夫妻。走，跟我去见见你的新下属。哎，等，又怎么了？有个线头啊！说你这个强迫症该治了。走。杨大人，头。怎么样了？回禀大人，刚进洗水池，这会儿应该在运转第1个周天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洗水液的钱算在你账上啊！等等，又没有什么公务要办，急什么？洗水液入体运转周天，少说也要10几个周天才能起效。你难道让我一点点等到起啊？我的时光也是青春，好不好？就你还有青春呢？1个周天。
现在的状态，能打10个从前的自己。下满了回纹，风险来几根，天梦吹熄我提灯，望回声朝前门，一声声应了2个天地有我这般人，长啸如若尽凌晨，从此来路修多闻，高原内四海间，此刻我望马半天，只见碧山踏尘，这一步一西风，命运是无相争，绝不与他沉沦，逍遥人不斗恨，笑那个路人，唯若要我黑白不分，来路成熟我难逢。管他来者何人，匹夫心怀大人，天高物燥夜深，只有我心沸腾，只以光临为生，不负万尘为尊，江湖傲意精深，善意之心为人，少年威风。镜下满了回纹，风险来几根，天梦吹熄我提灯，望回声朝前门，一声声应了2个天地有我这般人，长啸如若尽凌晨，从此来路修多闻，高原内四海间，此刻我望马半天，只见碧山踏尘，这一步一西风，命运是无相争，绝不与他沉沦，逍遥人不斗恨，笑那个路人，唯若要我黑白不分，来路成熟我难逢。